G7峰会喊着和平的口号，行为却相悖，到底谁才是威胁？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新乐锐评。日本广岛的 G7峰会一结束，外界热议不断。会议上 ，G7 高举反华反俄大旗，7个发达国家自认为能代表全球发言，但实际上那是掩耳盗铃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中亚峰会也顺利召开，同时期的2个会议内容重心却大相径庭。美国在G7峰会中致力于挑动争端，将矛盾持续化。无论是将要提供给乌克兰军事力量的支持，还是加强在日本的防务来应对中方等措施，都无疑破坏了和平的理念，更是打碎了稳定的局势。而中亚峰会上，中方以互利共赢的基础，谋求未来的深度合作，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促进多国之间的关系。会上寻求合作，实现经济的发展，是多国的一致性观点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借口来干涉他国内政。由此可以看出，经济发展并不是挑动纷争就可以做到。其中，中方更是指出不针对第三方，态度可想而知。两者一对比，高下立判。我们看到有一张 G7峰会的图，上面是乌克兰总统站在了正中间，而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认为是有些讽刺的。G7团体嘴上说要和平、要稳定，然后呢，却将乌克兰推到了一个骑虎难下的位置，以至于现在让乌克兰陷入了僵局。而美方仍在继续添油加醋，甚至还将要提供 F-16战机。暂且不论最后结果如何，但确实让这场仗烧得更旺了。我们扪心自问，威胁是中方吗？2场峰会2个画风，帝国主义还和100年前一样，但东方不再沉默。当然，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就双方国民的态度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。G7峰会的举行地点是在日本的广岛，而我们知道广岛和美国是有点渊源的。日本民众举行了集会抗议，我们可以看到不要G7、不要战争的声音。他们认为G7具有欺骗性，更是傲慢的。而且他们也在谴责日本政府一边响应废除核武器，一边谋求核共享的双面态度。就此而言，一个国家还在想着军事扩张的情况下，有他参与的团体会议又何来和平一说呢？这样一来，只会造成更多无辜的牺牲者丧生在宣称和平的旗帜之下。相比而言，中亚民众的反应与日本民众的抗议截然不同。中亚的民众知道了中国市场，不仅要加深合作，就连学习中文也成了其中一环。他们清楚地知道与中方合作带来的就业机会、经济发展上的便捷之处。中方给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资本，还有技术，还有友谊。中国制造也给他们带去了新的认知。其中，我觉得一个发言者的话很好地总结了他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。北京离我们虽远，但中国离我们很近。中国有句名言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G7峰会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下去，它能起到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小。所谓的和平是什么？中美双方都在用言行证明，而真相自在人心。美方冠冕堂皇的言语还能立到什么时候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而就今日之中国，我们可以大胆说出，东方才是民之所向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